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很多人都在问披萨的做法，那我们今天就从做奶酪开始吧。牛奶你要选择新鲜的，那种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，还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牛奶是最好的。不过那样的牛奶不太容易买到，你也可以用在超市里冷藏柜里头放的这种新鲜的牛奶。这个牛奶的保质期大概是15天左右，这样的牛奶一般是经过巴氏消毒法消毒的。还有一种是无菌包装的，在常温的货架上，保质期有几个月的牛奶，这样的牛奶你不要买，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或者是超高温消毒过了，牛奶的蛋白质已经变性了，不适合做这种奶酪。中小火加热，温度到达13摄氏度或者是55华氏度的时候，放入柠檬酸水。柠檬酸和后面用到的那个凝乳酶都可以在网上购买。我当初是想寻找一个最好的牛奶来制作奶酪，所以我把加拿大本地产的5个大品牌都试过，按照这个方法呢，它都可以做出奶酪，而且最终的结果都差不多。就唯独我感觉啊，这个 Nitro 这个牌子在凝固的过程中呢，它会比较完整，不会有那么多小渣子。慢慢的搅拌，继续加热到30摄氏度或者是86华氏度，关火。现在我们要用到凝乳酶，一般它的包装上都会说明它的用法。我这个是强效的，所以我用了12滴。注意不要直接用自来水，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，它会使凝乳酶失效。你用这个烧开的凉开水或者是晒过的水都可以。搅拌一下。加入凝乳酶之后呢，这个牛奶就开始结块了，所以你的搅拌时间不要太长，不然你把那个结的块又搅碎了。静置45分钟。如果只用酸性的物质的话，例如柠檬、柠檬酸或者是醋，都可以使牛奶结块，生成其他的奶酪，但是呢，不能使它拉丝。加入凝乳酶呢，可以使奶酪有拉丝的效果，但是它必须是在酸性的条件下才可以拉丝。所以柠檬酸和凝乳酶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的。把它横竖切成小块，你看一下里面有点像非常软的豆腐。中小火继续加热到43摄氏度或者是110华氏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加热之后，你看到奶酪块会有一点缩小，把它捞出来控水。这个地方水不需要控得特别干，也不需要等待，直接就可以用。这里是1/3的奶酪块，你也可以全部的一起烫，但是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，你分开烫比较容易掌握这个温度。把锅里剩下的水继续加热到74摄氏度或者是165华氏度，温度到达之后呢，开小火保持温度，然后用这个水来烫奶酪。全部都没在热水中之后呢，等10秒钟。然后把这个水倒回锅里，你看到它有一点变软了，而且可以粘在一起了。用刮刀切成小块，等一下受热会均匀一点。同样的方法再烫一次。第2次烫过之后呢，你看到它的表面已经很光滑了，说明它可以拉丝了。这个时候给里面放一点盐入味儿。这个奶酪呢，这个盐味不是很重，喜欢吃重一点口味的可以给里面再加1勺盐。最后再来一点热水，把盐搅到奶酪里。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把它拉长了。
这个地方可以被拉长，到时候你烤披萨的时候呢，奶酪才可以被融化，才会有拉丝的效果。如果加入柠檬酸和凝乳酶，牛奶不能结块的话，很有可能是牛奶本身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结了块，后面不能拉丝的话，很多时候是你最后一步这个水的温度太高，或者是烫的时间太长，把奶酪烫过了，实在拉不了丝也没有关系，味道还是很好的。我确实是在做奶酪，不过我找到了揉面的感觉。光面啊，同学们，光面。这个时候它是软的，你把它放到冰水里，它就定型了。定型之后呢，切开来看一下，新鲜的奶酪因为含水量比较多，所以很软，很好吃。但是缺点就是它的储存时间相对短一点。做好了之后呢，你就尽量吃吧。下一集我们做披萨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